我刚才说的都记下来。好。啊，详细点。等一下，我接个电话。哎，你说。师傅，熟悉王锡川父子的人都透露，他们两人关系不好，经常吵架，甚至动手。前2天，王明明还拿刀威胁，说要杀了王锡川。这个人有重大嫌疑，他现在人在哪儿？村里人讲，这2天一直没见到王明明外出。那就是说，他很有可能还在家里。你现在马上给邱震打电话，直到打通为止，明白吗？明白。喂，小翟。喂，沈哥，你是不是在来快快？师傅让我听听你说。王锡川的儿子王明明目前活着，他可能还……谁？师傅，靠上！师傅，你受伤了？受什么伤？靠上！妈的，连警察都敢砍，你敢袭警是吧？我怎么以为是来人，拉下！邱震，邱震，你冷静点。冷静点。龚玉明，哎，你怎么还在这儿？天都快亮了。我不困。那个头颅找到了吗？没找到，回去休息啊。哎，要不你回去歇几天吧。那个头颅我会找到。邱震，我理解你，你有你的办案思路，你也着急破案，但是我请你以后出任务的时候不要单独行动。还有，以后不要带着这破玩意儿啊！这次多危险呀！我办案的时候没有听耳机，而且这个耳机是我爸送的。什么时候带，什么时候不带，我自己心里有数。你爸送的？我看看。行了，赶紧回去睡吧。哎呀我操！杀猪刀，还有这些尸块，证据确凿，你还有什么可说的？这把杀猪刀就是你杀死王锡川的凶器，上面只有你的指纹。怎么没杀人啊？不是，我还指望着老王八蛋给我买酒喝呢，我杀他干嘛？前天晚上你去哪儿了？都干嘛了？哎我操！那天晚上我喝多了，我不是警察，给我拿点酒喝行吗？我不行，难受了。不是，爹，给我酒！爹，你在哪儿？爹，你给我老实点！操！想起来，我是跟老王八蛋吵架了。
王医生，给钱，钱，一天到晚就知道问老子要钱，老子也没钱了。爹啊，这个年该没钱买酒了。我今天都看到了，那个女的找你转运，真的不晓得，自己挣去啊。怎么着，跟你一样坑蒙拐骗呀？这么大的人啊，有手有脚，连点挣钱的本事都没有，你呀，就是个废物。王西川，我告诉你，你他妈就我一个儿子，你不给我钱，我死给你看。我倒想看看你怎么死啊！上吊、自杀、割腕，给我看看。我他妈没拿刀砍他，他是我爹，我大儿子怎么能砍老子呢？还知道他是你爹？不是，亲爹都打，警察也敢砍，有什么不敢干的？给我喝口酒，喝口酒，我他妈什么都告诉你啊！我求你，啊，爹你在哪儿？我要喝酒！爹，老西川你在哪儿？爹，我想你了，我要喝酒。昨晚袭击我时，身体明显不协调，手腕无力，很难独自完成分尸。哎，这王明喝的是假酒吧？小陈，给我拿瓶可乐。师傅，咱今天不喝无糖可乐了，来，咱喝点甜的。那，嘿，这案子太苦了。来，谢谢。来，哎，我就知道你不喝，我给你买了2杯，茉莉奶绿和芋泥波波，都是你最爱的。上一边去。哎，这奶茶不错，哪儿买的？就在楼下，买了这4杯呢。开不开会了？啊，都别喝了，来，严肃点，纪律委员发话啊。开始。像王明明这种长期嗜酒如命的人，很容易患慢性酒精中毒，导致酒精性小脑病变。典型的症状就是攻击失调。如果严重的话，他可能连分尸这种需要高度协作、有稳定性的精细操作，对他来说会很困难，甚至说根本不可能，因为他可能连刀都握不住。哎，是啊，部长。根据王明明的血液检测显示，他患有严重的慢性酒精中毒，而且已经引发了酒精性小脑变性。经过评估的话，他一个人根本完成不了分尸行为。我又查了一下，王明明之前虽然在屠宰场工作，但也只是挂了个名儿，几乎就没有上过班。那这么说，不是王明，至少分尸的不是他。他要么是有帮凶，要不就是真凶另有其人啊。那现场的那些证据，该怎么解释呢？这正是我想说的。现场伪装的太完美了，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一个动机十足，却没有能力的嫌疑，不觉得很可疑吗？真凶不是他，凶手能是谁呢？王明明被带走时，眼睛瞟了一眼灶房，或许那里藏着什么
他害怕被发现的东西。你到底要看什么呀？这个划痕，来，1、2，坐。这什么味儿？自己说。清查账发现那2具女性骸骨已经通过失踪人口 DNA 库比对出来了，确认是3年前失踪的2个女孩。行，我知道了。你小心！你谁呀？问你话呢？说话！你叫什么名字？感觉精神不太正常。被拴着呢。四爷，我们在王锡川他们家的地窖下面发现一个被囚禁的女人，而且神志有点不清。你赶紧带人过来。对，好，尽快啊！谁把你关在这儿的？知道吗？看样子应该关很久了。你看墙上。又是那书。都来了。对。听我说啊，把这屋里屋外每一个房间每一个角落都查清楚了啊，任何细节不能落下，明白吗？明白。去吧。小陈。哎。看来这里才是分尸现场。妹子，等外，中午蛋。顾队，这里有头颅，找到王锡川的头颅了。根据大小来看，像是女性的头颅。
有可能，这应该是青纱帐里面那2具无头女尸的头颅。那要这么来说的话，王锡川的头颅曾经应该摆在这儿，他也亲眼目睹了自己被分尸的过程。杨小梅，你别害怕啊，我们问你几个问题。你记得你是怎么到的王屋村吗？这里是医院，你现在很安全。你之前记不记得自己是被关在一个地窖里啊？地窖。对，在地窖。你在地窖看到什么了？看来是受了严重的刺激，这也问不出什么了。喂，小陈，说。师傅，地窖里还发现了一名女性的痕迹，而且还是新近留下的。江小梅，这几天地窖里边是不是还关过其他女人？被关注的，你好好想一想。我们是警察。你别害怕啊，我们会帮助你抓住所有欺负过你的人。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想一想，是不是有其他女人？你哎，什么刀？我看了杀猪刀，杀猪刀，屠夫。小翟。王锡川有个同伙，很可能是个屠夫，你帮我查一下。王锡川的一个表亲就是屠夫，叫杨志刚。我昨晚就是从屠宰场带走的杨志刚。把他地址发给我。总算回来了。行，便宜了王锡川父子。不过，今天也让哥哥爽一爽。嘿嘿嘿嘿嘿嘿嘿！哟，哎，谁？起来！警察同志，冤枉了！我就是闻了闻，啥也没干。误会是吧？走，来换个地儿误会。冤枉啊！哎呀，警察同志，哎呀！别怕，我们是警察，现在送你去医院。我住王屋村的那天啊，就刚好路过那个屠宰场。但凡我要是进去看一眼，说不定那个林小爱就能早点被救出来了。哎，你也别太自责了。那天你忙前忙后问了那么多村民，哪能想到杨屠夫也有问题？那个杨屠夫啊，看起来还挺正常的，还是我经验不足。这要是我师傅，指定能看出点什么问题来。哦，顾队，哎，看出什么问题？顾队，师傅，王锡川的头颅找到了吗？你看我这个样子像找到了吗？屠宰场杨屠夫家查了个遍，什么都没查到。哎，师傅，您还没吃饭吧？食堂就剩这个了，要不然我给您买盒盒饭去。不用了，这个可以了啊。哎，顾队，我这还有泡面，你要吗？不用了，给秋晨吧。秋晨没吃吧？谢谢，我不吃垃圾食品。你天天就吃糖啊？要成仙了，不吃给我。我给您泡上。你不吃拉倒。哎，对了，顾队，上午稽侦处送来一份文件，说是从青纱帐里骸骨身上提取出来的物质和地窖里提取出来的样本高度吻合，基本可以确定他俩生前被困在那个地窖。人渣！师傅，不吃了，
查王命。哎，我去沈阳杜甫。吃口饭再走啊，顾队。哎呀，王西川，我操你妈！王明明，这些地窖里的照片，你该怎么解释？解释什么呀？我要说这是我爹弄的，我什么都不知道，跟我没关系，你信吗？我们在这里边检测出了你长期生活的痕迹，你还敢说不知道？还有，青纱帐里的这2具女尸是怎么回事？她们怎么死的？王明明，你别以为你可以把一切都推到死人头上。老实交代。交代。小时候我娘死了以后，就有那个地窖。我要出去玩，她不让，非要让我在旁边看着她搞女人。长大了，带着我一起玩。我他妈摊上这么个爹，我有什么办法？哎，你们爹都挺好的吧？你看把你们教这么好，当了警察。没问你这些，说你的问题。啊，我爹说了，这些城里来的女娃，人生地不熟的，最好骗。你打着算命的幌子把他们引到家里，然后再偷偷的往他们喝的符水里面下药。继续说。晕了以后就关到地窖里，然后那些女孩被你们折磨致死，然后就拖到青纱帐里埋了。所谓的青纱帐闹鬼，就是你们父子为了掩盖罪行，故意散播的谣言，对吧？啊，人都死了，为什么还要把头割下来放到酒坛里，扔到地窖？我爹说了，头砍下来，就算警察找到了尸体，也查不出是谁。还有就是，能吓唬新来的女孩，让她们听话。还有什么？还有就是，他说让死了的女人看他搞新女人，这样更爽。真他妈变态！来，说说杨小梅的情况。杨小啊，她呀，我爹说他8次跟我合，想让她给我当老婆来着。你怎么了？又犯酒瘾了？警察同志，不会真是那些死了的女人变成厉鬼杀了我爹吧？鬼杀人用不着杀猪刀。你应该认识杨志刚吧？不是，我说你们怎么会查到他呀？对，我想想，肯定是他杀了我爹，查了。他跟你父子什么关系？你们是不是同伙？啊，那臭傻逼！你他妈把嘴给我放干净了！他他妈是我爹的远房亲戚，我表叔。我跟我爹玩死的女人交给他处理，他把脑袋砍了，尸体我们埋到青纱帐，完事再给他点辛苦费。他跟你爹最后接触是干嘛了？没他妈什么接触吧？啊，
傻逼前段时间没钱了过来借钱，然后我爹不给他，骂骂咧咧的说要把地窖的事儿都说出去，让所有人都知道。然后那俩傻逼就打起来了，动了下手。哎，金山同志，该说的我都说了。我觉得我这辈子过得挺没意思的，老王八蛋把我教成这样，给我毙了吧！毙不毙你说了不算，由法律决定。警察同志，我真是冤枉啊！警察同志，看看这些照片。哎呦，我真不认识，我没见过这照片。你敢说你不知道王锡川父子的勾当啊？青纱帐这2具尸体的头颅是你割的吧？哎，是，我确实是替他们处理过2具尸体，但那都是很早以前的事儿了。这王锡川可是真精啊，他就给我1点钱。不过我也没跟他闹掰。就是前2天，我去找他借钱。喂，川，谁呀？瞧什么瞧？你赶紧开门，大白天的。志刚啊，你大白天的关着门在里面干什么脏事呢？志刚，不是老哥不帮你，老哥也没钱呐。我那些钱都给那兔崽子喝酒赌博去了。你少在这糊弄鬼！老子那都是辛苦钱儿，不像你们爷俩动动嘴皮子就把钱骗来了，你可不拐骗。随你这么说，我现在真没钱啊！你去找别家亲戚了啊！哎，你少跟我装大尾巴狼啊！你小心，我把你地窖里那点脏事给你捅出去。那些事你也有份，捅出去对谁都没好处。你行了吧你？还在这没好处？那些娘们都是你们爷俩骗来的，你们玩完了才轮到我，我顶多就是个从犯，我去弄2年就出来了。你得死在里边，你知道吗？你这还一天天装神弄鬼，那这破玩意儿，这也救不了你，弄鬼也救不了你。拿起来，看。案发当天，你去王家干什么？我可没去王家。那天我早就睡觉了，第2天早上我起来才看见王锡川半夜给我发了个信息，哎呀，说是借钱的事情都好说啊，让我不要说他那些事儿，还说给我一个女的呢。我那手机里有，不信你看那记录。然后呢？然后我就想，他万一要是真的呢？我就打算去看看。结果半路，我真看见那女的了，那个模样，一看就是从王家那地窖里逃出来的。我去王湖村是为了找王锡川算命，结果他把我带到青纱帐里，说要搞一个什么转运仪式。到了那里以后，他就开始对我动手动脚，我感觉到不对劲，就想要逃。他追上来把我打晕之后带到了地窖里。这么说，案发当晚你是在哪儿？那天晚上发生什么了？你有没有听到楼上有什么声响，或者有人说话？那天晚上我在地窖里，隐约听到上面有人吵架，但是我给灌了符水，很快就昏睡过去了。第2天醒过来，那个疯女人说王锡川死了。终于死了，
了。刚开始还不信，结果跑出去一看，真的没人，我就逃出去了。李小爱，来吃药了。现在这4个人都有杀人嫌疑，到底是谁在说谎？哎，顾队，那杨志刚的屠宰刀上也有王锡川的血迹啊。杨志刚既有作案能力，也有杀人动机。目前看来，他的嫌疑比王明明还要大。杨志刚收到王锡川短信是凌晨3点，那个时候王锡川已经被杀了，这短信肯定是凶手发的。但难道是王明明杀了人，然后再让杨志刚帮忙分尸？他们俩一直觊觎王锡川的财产，有这种可能性啊。秋然，说说你的想法。那张地窖墙上“姊妹”2字，应该是个很重要的线索。按你的意思是说，这凶手是想替地窖受害的女性出头报仇啊？王明明和杨志刚这2个嫌疑人都是加害者，而杨小梅和李小爱都是受害者。那杨小梅还疯了，杨小梅有能力复仇吗？杨小梅真的疯了吗？一个真正疯了的人，是不会在意自己是否衣不蔽体，这是正常人才具备的羞耻感。而已，他在装疯。但就算他头脑正常，他已经被铁链拴了那么久了，恐怕肌肉都萎缩了，他还有能力杀人分尸吗？他被我们发现的时候被铁链锁着，不代表他一直被铁链锁着。我观察过他手脚上的伤痕，基本上都是旧伤。另外，我已经联系医院给他做了肌肉检测，已经证实他目前具备正常行动能力。马上联系杨小梅老家，让他协助调查，尽快给他安排精神鉴定，测测网仪。是，别迟了。是。门前大桥下，流过一群鸭。警官，办完出院手续，我就可以回家了吧？近期你还是留在江城，警方这边还需要你配合调查。好吧。杨小梅，你的精神鉴定，还有测谎仪测试的结果都出来了，你还打算继续装下去吗？杨小梅，南城人，先后在南城肉联厂和服装厂工作过，你的分尸技术就是在肉联厂学的吧？你们不去查王锡川、王明明，还有杨志刚，你们过来查我！
会查的，都会查清楚的。我们警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更不会放过一个坏人。3年了，3年了，你们都没发现王锡川。你让我怎么相信你们？这件事情确实是我们警方失职，我代表他们向你道歉。我很同情你的遭遇，我也理解你的仇恨，但是你这么做代价实在是太大了。以你的人生去换这么一个畜生的命，你觉得值得吗？你这个案子啊，只要你认罪，完全可以酌情减刑。你还很年轻，我们希望你能说出真相，跟过去做一个了断，这样可以重新开启人生。这样，你要不愿说，我们不勉强你。什么时候想好了，随时通知我们。先走吧。好，好。我说，开始录像。这个是我们在王家附近的枯井里找到的，这上面有王锡川的血迹，还有你的指纹。杨小梅，案发那天具体发生了什么事？那天晚上，我从我妹妹身上偷了钥匙，逃出了地窖。我本来想跑的，可我当时自己那个鬼样子，能跑到哪儿去？正好那天，王锡川那个老东西喝醉了。是你杀了王锡川？他把我关在那个地窖里，像对待牲口一样折磨我。我就算杀他100次都不解恨。那尸体你是怎么处理的？还能怎么处理？跟杀猪一样啊，把它一片片剁碎。那天，我本来想把王明明一块杀，我又一想，我还不如嫁祸给他。实在不行，我就让杨志刚背锅，要死，大家一块死。头颅呢？王锡川的头颅，你扔哪里了？不记得了。那天弄完，我累得半死，就随便丢了，估计扔河里冲走了吧。你杀人分尸的时候，任小爱在哪儿？在地窖里，他被王锡川那个老东西灌了符水，昏睡过去了。那小梅，你被他们囚禁了3年，为什么会选择在那天动手？
毁了我，还害死了我朋友。那天，3年，每一天，每时每刻，我都想杀了他们。3年前，我和朋友李招娣都被工厂裁了，一时找不到新工作，我就拉他一起到王屋村去找王锡川算命。招娣，你快看，这儿的景可真美。有啥好看的？我老家跟这儿差不多。你真信那个什么王大师会转运啊？哎呀，别扫兴，他们说他呀很灵的。我们来试试嘛，实在不行，我们就当来这儿散心了呗。哎呀，招娣，谢谢你陪我来这儿。是吧？老样子，去把杨志刚叫过来。脑袋多了，现在把经销商买了。那老邓去城里了，他带回来的人他妈都臭。那你来？王锡川，老王八蛋！我他妈是不干这么损英国的事儿，你还是爹吗？没胆量就没胆量。算了，这个就不跟脑袋了，把他拖出去，把经商上去，这活总能干了吧？鞋。该说的我都说完了。停止录像。谢谢你。没想到竟然是他。虽然他是受害者，那王家父子也确实该死，但是他用这种方式，他一直装疯卖傻，心理素质还挺强的。像他这种心理素质，交代的却这么顺利，不觉得有点问题吗？或许他还想隐藏什么，比如那个头颅的去处。小珍，你去失踪人口数据库查一下，查那个李招娣。好。那关键是我们在青纱帐找到的2副骸骨都不是李招娣的，那总不能还有第3副吧？或许李招娣没有死。你什么意思啊？你们看啊，这个是李招娣3年前在测字纸上写的字，这个是林小爱在笔录上签的字，你们看，是不是有些相似？哎，是有点像，哎，但不能说是一模一样啊。这可能是一个左手写的，一个右手写的。哎，是林小爱是左撇子吗？那天咱们去医院问话的时候，我观察过他，他应该惯用左手。
李小爱，这是你的药。但他签字用的却是右手。当时我以为是后天矫正的，直到看到李招娣的字，我才意识到，他有没有可能是故意的？这确实能解释2个字迹之间的细微差异了。所以，你怀疑林小爱就是李招娣？没错。你赶紧去找那个笔迹鉴定专家啊，进行比对确认。好，哎，对了，还有那个地窖墙上的女数字也一并确认一下，起笔角度、转折力度和收尾角度都十分相似。我怀疑啊，他大概率也接触过杀夫案背后的真正主谋。明白。哎，这个。笔迹鉴定和 DNA 鉴定都已经出来了。没错，我是李招娣。你为什么回王屋村啊？为了救杨小梅。他以为我死了，没想到我命大，不仅活了下来，还能回去救他。哎呀，招娣，谢谢你陪我来这儿。与其说找人转运，不如改个名字。我讨厌招娣这个名字，可还不知道改成什么。改名字？哎，对了，你说叫小爱怎么样？再想跑，就跟他一样，一辈子你关在这里。小梅，你还记得我吗？我是招娣啊，你先看我。你是招娣啊？你怎么变成这样了？我现在叫李小爱，我整容了，好看吗？不对，不对，你不是因为好看才整的容吗？你为什么要回来？你是回来救我的吗？别怕，我来接你回家。我原本就想带他逃出那个地狱，我们都已经走到门口了。他看到王锡川趴在桌子上醉得不轻，他突然就不想走了，非要报仇，我拦都拦不住。不过我也能理解他，毕竟他被他们关了3年，也折磨了3年，肯定比我更狠的。所以你是亲眼看到杨小梅杀人了？是。他说他对王锡川恨之入骨，要把他千刀万剐才能解恨。他还要杀王明明，我好不容易劝下来的。那王锡川的头颅扔哪儿了？我不知道。这事儿你们应该问杨小梅吧？那你的意思是，所有的事都是杨小梅干的？我多少帮了他一点。他要再遭杨志刚，我只能自投罗网。分尸案的凶手之所以会选择分尸，要么是为了宣泄情绪，要么就是为了掩盖真相。哎，陈哥，我倒是觉得这起案件更像是杨小梅和林小爱联手复仇，而杨小梅一人顶罪。我倒觉得林小爱是在撒谎，她在叙述里一直在推卸罪责，美化自己。如果她真的想救杨小梅，那她3年前就可以报警，为什么等到现在才回来？她可能以为杨小梅被折磨致死了呢。那她重回王屋村就只有一个目的，
报仇。他一直在强调杨小梅比他自己更恨王锡川父子，其实呢，他是为了掩盖自己的仇恨。更关键的是，他们刻意隐瞒真相，不告诉我们王锡川头颅到底藏在哪里。是啊，王锡川的头颅还没找到，会藏在哪儿呢？王屋村、青纱帐、屠宰场，还有附近其他的地方，我们都搜过了。那难不成会藏在沿途的其他地方？小山，如果你是凶手，你是把这个头颅放到一个固定的地方等着人发现呢，还是神不知鬼不觉的转移到一个更远的地方？转移？怎么转移？这个杨志刚说的是在屠宰场遇到了林小爱，林小爱也说自己在那儿自投罗网。那林小爱完全有充足的时间把头颅混进运输车厢里转移出去，然后再出来等着杨志刚。这是屠宰场的货车，每天定时定点发车，查一下这辆车的去向。我明白了。难道头颅就藏在这辆车上？